大家好，今天来聊一个倍儿严肃的事儿啊，也是来完成上个月对几位粉丝朋友的承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有关Shoto可能吸毒这个事儿。Shoto 2019年出道的男微，美籍越南裔，在22年5月进入 B 站，并且一举在国内成名。他的第一个 B 站视频下面现在还挂着全站排名最高第1名的标志。在进驻2个月后的7月，他就拿到了 B 站的金盾，在当时这个粉丝数是远超他的推特或者是油管的数量。之后 Shoto 一路高歌猛进啊，在事发的23年9月份之前，曾一度逼近150万粉丝的大关。在这种火热的气氛之下呢，Shoto 宣布将于9月24号在广州的 Live House 里举办他的第一场线下个人见面会，但是这场见面会却在展方的单方面不说明原因和做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取消了。至少我们从 Shoto 账号获取的动态内容来看是这样的。除了这样的事儿呢，被割了的粉丝肯定是生气一顿冲，但也不由得让人怀疑啊，都说事出反常必有因，那展方到底和他有什么仇，放着好好的钱不赚，就一定要拿自己的资源和商业信用来恶心一下 Shoto 和他的粉丝们呢？这个时候就有人回想起啊，从去年开始就流传的有关他吸毒的传闻。因为 Shoto 是22年才入驻 B 站的嘛，所以他早些年间的言行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并不广泛，但仅仅是他22年开始活动的1年里，就给大伙提供了一个疑点。这个图来源于他22年12月16号的直播啊，没错啊，这事儿是他直播说的。之前在 B 站还有全熟的录播，我亲眼看过，但是后来很多都删掉了。这里是我们还能在 B 站看到的一小段补档，在这段补档里面，他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不知道是字幕的问题还是他神志不清啊。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说他和朋友去德州开趴啊，这个德克萨斯州开趴去啊，然后呢不小心吃了一种这个很特别的软糖，他和朋友都被橡皮糖给压住了。他说的是 under 啊，我不知道具体指他们吃的头昏了还是怎么着了。然后呢就是分享了他们一群人被糖压住之后呢，想去外面走走吃碗拉面，结果进了拉面店，发现房子开始倾斜了，并且他感觉自己正在滑倒啊，他努力让旁边人抓住他，免得他滑向什么不可名状的虚空。我觉得到这儿呢，基本上应该实锤那糖是某类精神药物了，在北美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大麻软糖一类的东西。如果说第一次他吃这个软糖是误食啊，虽然他是非常巧合的和很多人一起误食了这个软糖，但是之后呢，他又讲到同一次旅行还是在德克萨斯州啊，他最后一天他又误食了这个软糖，而且这次还吃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怎么还能切一半然后误食的。其实录像看到这儿呢，基本上关于这个事儿不说实锤了7分也得有5分了，但是有的死忠粉他就不死心，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他吃的不是酒精软糖呢，对吧？就算他吃的真的是大麻软糖，他人品那么好，肯定是误食的嘛。就算他是自己能控制自己手和嘴巴的成年人，而且还非常低能的误食了2次啊，反正他是美国人，他吃这玩意儿合法。我们先说最后一条，有网友查出来啊，在他旅行目的地的德克萨斯州，大麻素还真就在管制范畴里。如果有人觉得能把几个成年人都给 under 的软糖它不能算是违禁品的话，随你们喜欢。反正事端一起，本着一不做二不休的互联网精神，网友们也就开始启动挖掘机，看看Shoto是毒虫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啊。结果不挖则已，一挖不但挖出他是毒虫的更多证据，还挖到他可能涉及ruler啊、直持啊，这大伙儿懂的都懂的事情，以及他未成年的时候可能被人恋童的一些经历。这些事情又多又杂又烂啊，所以我们还是聊回正题，只谈他可能是毒虫的证据。比较有力的是19年的时候，Shoto发推询问 CBD 软糖有没有副作用。另外他还在20年的时候发了这样的一条推特，我就不概述了，直接放在这儿。而且早在17年他就开始发推庆祝每年4月20号的国际大麻日，这是一个为了纪念大麻合法化运动而出现的美国节日，这节日能存在也挺抽象的。反正如果说Shoto这样一个密切关注大麻文化的成年人竟然会误食大麻软糖，那他可能是个傻子。在网友挖掘的过程中呢，意外发现了另一个同样是22年入驻 B 站且有着接近30万粉丝的英语女微豹，也有着可能是毒虫的嫌疑。在他们入驻之前，两人的关系就非常好。21年的时候，两人联动直播，一起庆祝国际大麻日。而且豹早年间的推特发言啊，有一些比 Shoto 还要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移步这条视频。事情发酵至今，Shoto 已经掉了10几万粉丝，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除了豹以外，还有一个团体也受影响掉了不少粉，那就是彩虹社 EN 分部的 Luxion 组合。很多人误以为Shoto是这个组合的一份子，或者说最起码是彩虹社 EN 的成员，但其实他是个人事。总的来说，虽然不知道本来要给Shoto办个人线下见面会的展方是不是因为了解到他可能吸毒而跑路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无疑给我们得知Shoto的真面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并且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毕竟很难想象一个会在直播里面公开分享自己吃大麻软糖的经历，还常年庆祝国际大麻日的主播，在以禁毒严格著称的我国开线下见面会还赚得盆满钵满的一个景象。如果那种事情发生了，将会是对流血流汗的缉毒民警以及因毒品而家庭破碎的人们的一种不尊重。那么关于本次事件的简要总结就到此结束了，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分享你的见解。我是丁小涛，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